我们茶歇后的第一个议题，由360的孙彤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360导航 Cube 从小程序到 Web 开启无限的可能啊！欢迎孙彤老师。是怎么？大家好，我是来自360导航的孙彤啊，我主要负责那个360导航首页的一些前端开发的工作啊。那么今天啊，我的议题是360导航 Cube 从小程序到 Web 开启无限可能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我们团队的一个核心的技术吧，算是Cube。大家可能比较好奇这 Cube 是什么东西啊？我在这里呢去截了2张我们在360导航首页在线上跑的2个版本啊，左边是一个我们目前量比较大的一个版本啊 ，Cube 位于下方3列的中间这一部分啊，每个 Cube 就是一个卡片式的这个展现形式啊，那多个卡片呢构建成了一个 Cube 的一个推荐流啊，用户往下刷新，就是用户刷新呢，或者说往下滑的时候呢，Cube 的推荐就是 Cube 会逐渐的加载嘛啊，然后右边这种展现形式呢，是我们目前线上的另一个版本，就是我们导航首页的一个个人化的版本。那大家可以看到右侧的这种以卡片式的划分的结构呢，其实是更加的明显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你能看到的所有的卡片的这种类型，基本上所有都是用 Cube 来进行开发的啊，包括比如说我们的股票、我们的音乐啊，以及一些天气，或者说什么查快递啊，然后充话费啊这些啊，包括一些资讯类的。那我们最开始在设计 Cube 的时候呢，大家也看到，就是 Cube 就是一种卡片式的一种展现形式嘛。那所以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借鉴了这个操作系统的负一屏的一个设计理念啊。我在这里去截了3张我们手机端操作系统的这个负一屏啊，它们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共同点啊，就是都是以卡片的形式去承载不同的功能啊，比如说包括我们的股票啊，比如说热搜，然后比如说这个日常的生活服务啊，以及影音的一些交互的功能啊。那 Cube 的展现形式其实和我们操作系统负一屏是非常像的。那我们的难点也是在呢，就是如何去做这个 Cube 的服务的个性化啊，因为每个卡片有自己这个独立的一个它的功能啊，那我们需要在卡片里面去做这些不同的个性化的服务，那这个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点啊。那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我们遇到的挑战呢，就是主要有2点，第一个就是人力嘛，按照刚才的那种就是 Cube 的展现形式呢，其实它是有多种多样的，成千上万的。啊，那我如果说，比如说我们按照传统的开发方式，就说来一个 Cube，然后我们做一个，那这样的话呢，人力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我每天可能不需要干别的，就每天就做 Cube 就完事儿了啊。所以说，人力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代码。如果说按照传统的，就是比如说来一个做一个这种方式呢，其实代码的质量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第一，你的代码冗余性会非常的高啊。第二，就是在代码的这种重复性下，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基于这2点的考虑呢，以及这种服务个性化的这种难点，那其实我们是需要在我们团队内部去制定一套规范啊，来具体的去制定这个 Cube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开发方式。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同时去参考了小程序的一个设计理念啊，在2017年1月的时候呢，小程序这个概念刚刚发布嘛，啊，在一年到2018年1月的时候，它其实1年间呢就已经发展到了58万个这个应用，然后呢100万的这个开发者。那相对于比这个苹果的 App Store 呢，它其实是10年才发展到210万的应用和这个180万家的这个中国开发者。那所以呢，其实小程序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迅猛的啊。在小程序的一些展现形式来看呢，其实和 Cube 的也有一些相似之处。那我们就想能不能可以去借鉴一下。啊，在18年6月的时候呢，其实小程序当时咱们国内只有2家嘛，啊，在过了1年之后呢，其实它已经飞速成长了8家，啊，所以而且呢，我们在这其中呢，就是我们 W3C 工作组也成立了这个 mini app 的这个工作组
然后去推出了这个小程序相关的规范啊，以及白皮书。所以说这一块呢，小程序的规范是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统一的标准的啊。那么同时呢，大家如果在 Web 上去看的话呢，按照 Cube 的这种展现形式呢，其实另外一种不能忽略的问题呢，就是有一个 Web Components 啊。其实用前端微服务这种方式啊，其实 Web Components 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最佳实践嘛。大家可以看到，每个卡片去负责自己的模板啊，去写自己的样式啊，去加载自己的 JS 的相关的逻辑。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用呢？因为这个关于这个浏览器的兼容性问题吧啊，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产品去兼容到 IE 的一个低版本浏览器啊。那可以借鉴 Web Components 这些设计理念去开发，就是制定一个 Cube 的一个开发的真正的方式嘛。那这样我在这里边去列举了一个 Cube 的整体流程啊，它主要分为4块吧啊，就是不同的每一块标注出来的推荐、编译、开发和运行啊。我们可以从右下角的开发开始看。那如果通过我们刚才制定的这一套就是规范，我们提供了我们的 Cube 的开发者工具啊。Cube 的开发者用 Cube 开发者工具在本地可以很快的去初始化，并且运行起来我们的 Cube 啊。在 Cube 开发完之后，我们将我们的 Cube 的源码提交到我们的 Cube 开放平台的云编译服务啊。我们把源码提交到远程帮我们把源码进行编译。编译之后呢，我们会存在我们的系统服务的这个数据库中啊，通过调用我们的就是前端通过调用开放接口啊，系统服务会提供开放接口。通过调用开放接口的方式获取 Cube 的原数据啊，包括比如说 Cube 的基础信息，比如说 ID 啊、name 啊，包括比如说渲染的尺寸啊，然后一些基础的这个接口白名单啊这些。那给到我们的这个 Cube 前端引擎呢，前端引擎去负责进行渲染啊，渲染同时呢有一些业务场景的数据日志啊进行这个打点。那数据日志又反哺到我们的 Cube 推荐系统啊，在最左侧。数据日志提供给 Rank 服务的一个参考 ，Rank 服务可以根据数据日志去分析出这个用户对哪些数据去感兴趣啊。同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用户画像的服务啊，通过用户画像的服务可以标记出用户对哪些类型的 Cube 是感兴趣的。通过我们召回服务将所有的就是用户感兴趣的这些 Cube 召回啊，通过一个 Rank 服务进行一个 merge 啊，相当于合并。最后通过我们的 Cube 的推荐系统推送到我们的 Cube 系统服务，这就是一个完整的 Cube 的一个闭环啊。那 Cube 的基本原理呢，就是因为我们还要制定规范嘛，所以说我们会有一套基础的能力类库，在最顶层我们会有一个抽象类啊，抽象类去定义各种的抽象的方法啊，然后通过继承的方式用句类去实现具体的一个这个类的方法。通过句类的这种呢，是直接暴露给这个用户的这个Cube 开发者的这种 API 啊，后面也会提到这些基本 API。那么如何进行开发呢？我们去定义了就是 Cube 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目录结构在左上角啊，包括比如说 Cube 的 JSON 啊，然后它的 API 的 JSON 就是它接口配置啊，以及它比如说它的模板样式，还有这个 Cube 的 JS 啊。模板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模板语法啊，然后右下角的不是左下角的这个是我们的样式，就正常的 CSS 的样式啊。中间这部分呢是我们定义的一些生命周期以及一些这个公共的 Cube 的 API，通过导出一个对象的形式啊来写我们的这个业务逻辑。右侧是我们在我们官网上都有一些公用的这个Cube 的 API 啊，包括比如说set data， 然后request 这个网络请求啊，以及一些 storage 啊，或者是这个时间那个 timer 啊 set timeout 啊，然后 set interval 这些啊。同时我们提供了一些标准的 Cube 的组件啊 UI 组件。那么我下面一部分呢，会和Mini App 的一些规范去做一些相对的对比啊。大家可能会对 Mini App 比较熟悉，那我重点可以去介绍一下 Cube。在 Manifest 这块呢，其实整体的都是一个JSON 的一个数据结构啊。左侧的是我们的 Cube， 定义了一些基础的，比如说它的版本号、它的 ID 啊、name， 然后因为我们有个 IE 嘛，会兼容到这个IE 的这个浏览器的版本啊，以及一些包括渲染的尺寸，然后这些源码的目录结构啊，其实和右侧的这个Mini App 的格式呢，其实
大同小异啊，我认为都是差不多的，其实只不过 mini app 这些它可能会考虑到更多移动端的一些属性，所以说它的配置可能会比 Cube 会更多一些啊。在 package 方面呢，其实整体的目录结构来看，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啊。左侧的 Cube 定义了一个最基础的 API 的 JSON，就是我们的这个接口的这个请求的配置。Cube 的 JSON 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 manifest 啊，然后 SRC 里边就是我们 Cube 开发的一个源码，开发者可以自定义啊，就是Cube 的CSS， 比如说写样式啊 GS， 然后模板。同时你如果有自定义组件的需求，你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个components 的文件夹啊。然后右侧呢 mini app 其实对比来看，也是差不多啊。当然我们 Cube 目前是没有做这个国际化的啊，这个可能是我们后续一个规划。package 这个在 Cube 这块呢，其实就非常简单了，就是我们其实构建的产物就是一段 JS 啊，我们把这个Cube 的源码上传到我们云变异服务之后呢，实际上导出的就是一个 JS module 啊，然后去上传到我们的 CDN 啊，它的构建产物就是一段 JS 啊，然后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是因为它是基于 Web 嘛，所以说我们只要有一个 Web 运行环境，就完全可以运行我们 Cube，所以说相对于 mini app 来说，我觉得 Cube 还是更它的整个的一个构建产物还是比较简单和清晰的。Life Circle 这块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区别啊，只不过就是可能定义的名字不一样啊，以及一些场景不一样。对于 Cube 来说呢 ，Already 就是我们 Cube 渲染完成之后啊，就会调用一次啊。Onshow 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页面是多个 Cube 会都一起渲染嘛，所以 Onshow 的话呢，就是它可能会在浏览器页面的这个可视区去进行调用。那 unhide 呢，就比如说用户切走了啊，或者说用户往下滑下去之后，那上边那些已经触发过 onshow 的那些 cube 就会触发这隐藏啊。onerror 也很简单，就是捕获这个 cube 的这个报错，然后卸载啊，比如说我们实际场景啊，用户比如说点了这个 cube 的不喜欢啊，或者说一些投诉啊之类的，我们就会把这个 cube 给它删除掉啊。对应的就是也在 mini app 里边有对应的一些这个生命周期。那么对于 Cube Components 呢，我们其实是做了3步处理啊。第一部分就是提供了我们标准的这个 Cube 的这个组件，包括按钮啊、list， 比如说这个走马灯等等。那同时呢，我们对于一些逻辑比较复杂的这些组件，包括比如说音视频啊这些，我们提供了一个异步的加载的一个方法啊。标准组件和异步组件都属于我们 Cube 官方去自己提供的一个标准化的组件。那自定义组件，我们通过提供了一个 API Create Component， 就是如果开发者有自己去定制组件的需求，可以通过这个 API 去进行注册。那右边呢，这个流程图呢展示了一下这个Cube 的这个 Components， 就是 Cube 组件的源码和 Cube 代码的一个渲染的一个逻辑啊。它这个其实也比较简单啊，就是我们通过接口请求去获取到 Cube 的元数据，那元数据里面会有 Cube 的相关的基础信息啊，以及它的包的这个产物的这个 CDN 就是 CDN 地址啊，和它去依赖的这个 Cube 的这个异步组件。那我们会同时并行的去加载 Cube 的源码以及 Cube 的这个异步组件啊，等这个下载完成之后啊，那我们会去这个就到最后这一步，我们会去同时加载这个组件代码和 Cube 的这个代码啊。那组件代码其实是可以复用的啊。我在第一次渲染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自定义组件，我可以去进行检测啊。加载完成之后，在第二次再去第二个 Cube 再去，就是比如说它同时依赖了这个音频的组件，那这个音频组件是可以直接进行复用的，因为它已经注册到全局了啊。左下角呢就是我们对于 Cube 的这个SDK， 就后面也会提到 Cube 的渲染引擎去做了一个那个优化，我们把组件去从 SDK 里边进行拆分啊，因为 SDK 我们理解就是肯定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版本，那可能组件呢可能会这个改的比较频繁嘛，所以说把 SDK 和这个自定义组件进行了这个分别的打包啊。那我简单的从我们的 mini app 的规范里面去截了一个这个 Swapper 组件啊，这个走马灯组件呢，其实它定了一些对应的属性，比如说它的当前的这个 index 啊，以及是否一个循环啊，包括下面它可能会暴露出一些这个events 啊，这个 change 的方法。那对比我们 Cube 的这个走马灯组件呢，我们也是
定义了一些比如说宽啊、高啊，因为可能 Cube 更就是跟实际场景更切合一些嘛，所以我们有宽高，然后有这个是否自动切换，比如说间隔啊这些各种属性。那同时我们除了称值之外，然后我们提供了另外2个这个 events 啊，比如说包括用户点击切换上一页，然后用户点击切换下一页这种。右侧的这个代码示例就是我们在模板里边去进行实际使用这个走马灯组件的一个代码的编写啊。大概的我们的走马灯线上之后呢，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就是一个这个渐眼的一个效果啊。这个标准组件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线上最日均的这个曝光最高的一个组件啊。那 Cube 的数据渲染呢，这一层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把这个渲染层和数据层进行了拆分啊。那因为我们有兼容低版本浏览器的需求啊，所以说这块数据层很简单啊，就是用了一个 iframe 啊。那在渲染层去加载这个 iframe， 通过 post message 去进行通信。那我们在数据层去和这个第三方服务器去进行一些接口的交互啊。那当然第三方服务器要能够兼容我们的一个数据层的这个椭圆的这些策略啊。同时在数据层去进行这个前端数据的存储，比如说 local storage 啊这些。那这样呢，渲染层和数据层分开呢，可以保证 Cube 的代码尽量就是不会去影响到我们渲染层这一层啊，因为 Cube 后面会讲到，因为 Cube 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操作系统设计的这个架构啊，那所以说它其实要跟宿主去隔离开的啊，我们要尽量的在渲染 Cube 的时候，要不能对我们的宿主环境去造成影响。那下面这一层呢，就是我们这个 CoolJS 这个渲染引擎啊，就是我们基于这个 Cube 最开始在设计之初呢，实际上我们是依据我们导航首页的一个实际场景来做的，所以说Cube 的这个依赖相对来说就是很强耦合啊，因为所以我们在后面呢去试图把我们的导航首页和这个 Cube 分离开，把 Cube 去做成一个更纯粹的一个就是更通用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们设计了我们这个 CoolJS 的渲染引擎。那同时呢，我们采用了这种操作系统的这种分层结构啊，大家可以从下往上看啊，从底层就是我们这个最下面就是 host runtime 啊，这个非常好理解。然后上面一层呢去加的，通过比如说啊，我们 host runtime 现在是浏览器，那我们可以在驱动层去与浏览器接口进行一些交互，去进行封装。那在驱动层上面，系统层去定义一些基础的，比如说组件。比如说我们的 MVM runtime， 比如说这个我们的类库storage request 这些，那再往上一层就是暴露给 Cube 开发者的接口层啊，包括我们 Live Circle Render， 然后 Network Component 这些啊，应用层 Cube 开发者在进行应用的时候，可以使用我们接口层封装好的 API 啊，去开发一个 Cube 啊。那按照这种渲染架构呢，实际上它的跨平台支持性也是直接就解决了啊，这个多端的这个问题肯定是适用的。那这个下面这个我们展示了一个 CoolJS 的一个示例啊，我们比如说在我们的 Cube 的这个就是在我们的 HTML 模板这帮写一个 Cube 的标签啊，指定一个 Cube 的 ID， 那其实就可以在下面我们指定的区域去渲染一个 Cube 出来。那我们实际的应用场景啊，就是我们线上的正在跑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极速浏览器的新标签页，在右侧有一个 Cube 的推荐流。那我们和360搜索去合作，在搜索结果去渲染一个 Cube 啊，比如说你搜索对应的特定的这个词，然后会在下边搜索的这个框里面去渲染一个 Cube。啊，对于这个呢，是我们一些我们团队内部的一些就是360导航的这个2级页啊，在右侧会渲染一些指定的 Cube。啊，这个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就是我们开发的一个起源安全云的一个首页啊，中间这部分，这个办公这部分也是这个 Cube， 然后包括左边这个右边的这个条啊，比如说这个游戏，然后什么视频、网易云音乐，我们和网易云音乐合作，然后在这个右边这个条那边加这个 Cube。那 CoolJS 这个应用范围呢，其实大家也比较好理解了，就是服务商去做 Cube 啊，在右侧服务内容商去做 Cube， 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开放平台去进行分发啊，分发的平台包括比如说网址导航、搜索引擎、浏览器起始页啊，以及大家任何
这种Web 形式的这种产品都是可以的。那同时，我们刚才最开始提到了，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个开发者工具去进行 Cube 的开发啊。那这块简单列了一下开发者工具运行的一个原理啊，它其实主要分为开发的阶段和发布的阶段啊。在开发的阶段呢，使用我们的开发者工具呢，我们也就是通过Webpack Delivery Server 吧，去起这个本地的这个服务啊，把我们的这个 Cube 的CSS 就是样式呢，通过 Style Loader 直接去处理，配合我们的刚才的这个渲染引擎，直接去进行样式的加载。那么在模板以及 JS 还有这个接口配置啊，我们通过这个打包成这个 JS Module 的这种形式去进行输出啊，通过渲染引擎去执行我们的入口的这个渲染函数，然后完成本地的一个开发阶段的一个操作啊。当我们开发完成之后，我们需要涉及到一个代码的上传，那这块就涉及到我们的发布的阶段啊。我们在云端去部署了一个编译的服务啊，我把我们的 Cube 的源码去进行这个打包和编译，最终呢，每一块都是一个导出的一个 module， 然后呢，最合成一个真正的那个 JS 的 module。把 JS 的 module 这个产物啊，去上传到 CDN 的服务器啊，然后我们获取到这个 CDN 的地址，同时去存一下这个 Cube 的开发者提交上来的这些相关信息，比如浏览器兼容性啊，就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它的这个 ID 啊、name 这些啊，给到我们的这个服务端系统右下角这块。那么对于一个打包完成之后的 Cube， 通过我们的 Cube.js 渲染引擎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宿主环境去进行渲染啊，也是一样的，就是渲染我们的这个入口函数，将我们的这个 Cube 加载进来。那我们另外去做的一个东西呢，就是 Cube 的一个小样式啊。其实我们是有这个小样式的这个需求，比如说我们首页会有宽窄屏啊，那如果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果 Cube 它渲染在不同的地方，那其实它是有可能会有尺寸的变化的啊。那么我们也支持了 Cube 的小样式。对于网易云音乐这一个 Cube 来说，它其实是小的尺寸的话，就左上角这一部分，它可以只展示一个黑胶啊。那中型的尺寸就是在我们刚才那个体验版可以看到，它是会有一个歌单，然后有个进度条啊。那在大型的大的这种尺寸呢，它其实会有一个这个歌曲的详细列表啊。这个其实是一套代码都是可以完成的啊。就是我不需要开发3个 Cube， 我一个 Cube 就可以。那我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第一个，我们借鉴了 CSS 的容器查询啊，那这块呢是一个Level 3的一个提案啊，当然它还没有进标准，所以说我们只是借鉴啊。对于这个 CSS 的这个容器查询呢，我们在这个容器里边去根据容器的宽度或者高度啊，这容器的宽度啊，去进行这个对应这个样式的加载。那我们在 Cube 里边其实以这种思路来做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规定啊 Cube 开发者去写的一个语法，那在编译的时候我们直接去处理就好了。所以我们对于编译前就是 Cube 开发者去写的代码，就是我们尽量去符合这个 CSS 的这个语法。我们用 @media cube and 这个 maxwise 就是600，然后里边去写自己的这个样式。那对应的打包编译后，就是我们去处理，是我们这个数组第一项啊。然后我们会指定一个 scope， 就是0到600，然后去加载一个 code， 就是我在这个尺寸是0到600的时候，那我就去加载这一部分样式啊。那第二个就是可能比较复杂，就是 @media cube and expand and minwise 600，然后这个 maxwise 是1000。那我们打包出来的就是这个右边这个第二项啊，就是这个600和这个1000。那在600和1000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 expand， 我们去定义了这个 Cube 的一个展开和收起的一个状态。如果它有一个展开，我们会在 Cube 这个副容器上去加了一个 expand 的一个类啊。但所以说这块呢，去在编译的时候会去直接给它的 code 最终的实现这个 CSS 去加一个这个类。在600和1000的时候，当然这部分的判断逻辑都是在我们那个Code.js 渲染引擎里边。那我们从最开始 Cube 的立项到目前一直在持续迭代优化，其实我们团队内部已经就是开发了30多项这个独立技术，同时我们提了4项的那个发明专利啊。通过刚才我整个的介绍，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Cube 这种方式呢，其实是重塑了导航的这种开发方式。我们在传统的开发方式呢，其实是导航前端加导航服务端，那我们就完成了一个首页的开发。
按照 Cube 这种形式呢，就是我们有无数的 Cube 开发者，通过我们的 Cube 开发平台去开发了 Cube， 那么完成了一个导航首页的一个页面啊。目前这个 Cube 开发平台累计上线了4900多个这个 Cube。在这个传统的开发方式下呢，就是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我们有一个统计，大概是2天就能开发完成一个 Cube， 完成从开发到上线啊。那同时呢，我们按照刚才的那套这个操作系统的这种分层的这种设计呢，实际上它肯定是可以支持多端的啊，就是我们突破了宿主的限制，同时我们突破了端的限制。那这块我截了一张这个 Cube 的推荐流在这个手机浏览器上的一个效果啊，因为我们最开始去设计 Cube 的时候，其实参考了小程序和 Web Components 的这些设计理念啊，同时呢，我们结合我们的实际业务场景，其实是达到了 Cube 这种就是高效的这种 Web 应用的这种开发模式，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能给我们这个 W3C 工作组去一些参考的，算是一个参考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小程序其实不需要，就是是否就是可以不拘泥于这种传统的这种移动应用来做啊，它的规范其实是可以适用于移动端或者是适用 Web 端。啊，我们是否可以推出一个更适用的一个更统一的一个标准和规范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去分享的东西啊，看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场是否大家有什么问题？我比较远，谢谢。我来自中国移动咪咕赵磊。那个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您刚才提到这个是有 IDE 工具的，对吧？您指开发者工具？对，IDE 开发者工具啊，对，也是对。比如说我们那个像现在小程序也一般都是有 IDE 工具，一般他们打包的话，其实都是自己本地打包，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平台。刚才您提到说，您是在云端打包的，当时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策略要进行云端打包？因为云端打包的话，可能还得在云端做一些打包啊、排队啊、队列排队啊等等。明白。首先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做云端编译？因为第一个我们的业务场景是所有的就 N 个 Cube 会渲染在同一个页面啊，所以说我们其实是需要对 Cube 的这个打包的这个规范去进行一个制定的。那如果说开发者在本地进行打包的话，其实很显然我们没办法去进行控制啊，我们需要我们在云端去进行了什么限制呢？第一，我们对 Cube 的这个代码去进行限制，N 个 Cube 去渲染在同一个页面，那它不能互相影响，那它也不能影响我们的这个宿主环境。那所以我们禁用了我们传统的这种，比如说 Window 对象、Document 的对象，这些都是被我们禁用掉的啊，它都是不能使用的，它必须使用我们制定的这种 API 来进行开发。那第二个呢，就是Cube 在运行到就是在打包编译的过程中，产物其实我们也是需要进行限制的。我们要求了，就是 Cube 开发者不能开发很复杂的一个 Cube， 比如说你的代码打包出来好几十 K、上百 K， 那这个我是绝对不允许的啊，因为你N 个 Cube 去这个进行渲染，你每个 Cube 都要打这么大的话，那这块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对 Cube 的这个代码包的限制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限制啊，是这样的。对，其实我理解可能更多的就是说，事实上在本地你也可以做这些规则的限制，因为既然你有开发者工具的话，开发者工具是由您来控制的，这些规则其实可以都是内置的这个 IDE 工具的。我可能更好的是，可能有一点原因就是可能这些规则我在云端我可以随时下发策略，可能这一点会更好一点吧。对，我们是把我们的这个功能做到了开发者工具里边，但开发者只需要可以就是输入一行命令，它就可以直接上传到这个云端进行编译啊。因为我们后面就是我们除了对于这个工具的这个限制，其实我们还有这个内容的限制啊。所以说我们打包到云平台之后呢，还有一个后续的一个审核的一个流程。了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一般我们小程序一般都有 APP， 然后还有Page 这样的概念。刚才您提到这个 Cube 的话，它和这个 APP Page 它是一个怎么那个对应的关系？是不是比方说我们页面中很多个 Cube， 一个 Cube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一个小程序的 APP 这种概念？对，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其实我们对于您说那个 Cube 的话，其实
我们认为一个 Cube 就是一个卡片啊，我们现在没有去进行拓展，比如说加一些多的配置啊，就是一些路由跳转啊，这些我们目前没有进行这个处理啊，我们也不允许开发者暂时这么去做啊，后续可能会有一些规划。对啊，比如说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一般我们假设在小程序里面，配给和配给之间它是可以进行一些跳转或者一些参数传递的。那么如果说我两个 Cube 之间它要相互交互的话，是可以做到的吗？比如说我一个新闻卡片，一个天气卡片，新闻卡片上有地点，对吧？当我把这个新闻卡片上地点改了以后，我的天气理论上，假设啊，我们应该是也可以变化的话，这种是怎么一种做到的？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是不允许这个 Cube 相互间去对应通信的啊，这个算是我们的规范吧啊。当然您说的这个点也非常好，就是两个 Cube 之间进行通信，那这个后面我们会进行去考虑升级和优化啊。好，谢谢，没问题，谢谢。还有 OK 王姐。Hello，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就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在 Cube 这个模型上面，DOM 和 BOM 这些全局的对象是不准访问的，对吧？对。就是，但是那个，我看起来那个这个 Cube 的一些渲染的那个 JS 引擎是，相当于是用 JS 的方式在浏览器里边去做的。那也就是说，很多的Cube 的这些。逻辑层代码其实都是运行在同一个容器里边的，那其实对于 GS7 这样的语言来说，它是一个相对动态的一个语言嘛，我觉得有10000种方法可以去突破这种限制，去做到那个修改一些 DOM 或者修改一些其他的一些元素这样的一个效果。明白。我想问一下这个安全性的一个保障是如何做的？您说的这个非常好，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限制呢，就是一个大家可以理解成一个面上的限制啊。我们做了一个其实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吧。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代码结构呢，其实是做了我们最大的这个限度的限制。那另外，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辅助的，就是我们上传编译之后，那开发者提交的时候会有一个漫长的审核流程啊，包括我们代码审核、我们的这个运营规范的审核啊，所以我们是以工具来限制加审核来进行辅助啊。当然，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因为 JS 是个动态语言嘛，我们按照目前的这种设计来说。我们只让 Cube 使用我们自己的 API，那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我们自己的规范。那我们后面比如说我们的 CoolJS 渲染引擎换成一个别的渲染引擎，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直接重构我们的 API 去实现就可以了啊，不需要这个 Cube 的开发者去进行这种比如说额外的这种成本去进行搞这个东西啊。这也是我们让Cube 来用只用我们这些 API 的一个初衷啊。好，谢谢。大家是否还有问题想要讨论？好，感谢宋老师啊。